酪梨切开放到隔天，切面变成黑褐色，那是正常的氧化，不是坏掉。这句话我先讲在前面，因为太多人一打开冰箱看到那片褐色，直接整块丢进垃圾桶，丢掉的其实是好好的果肉。酪梨的果肉里有一种酵素叫做多酚氧化酶，只要刀子切下去，这个酵素就会碰到空气里的氧气，开始作用，最后生成黑褐色的色素。这是自然反应，跟细菌无关，跟腐败也无关。这一支影片我要做2件事。第一件，把褐变到底怎么来的讲到你听得懂，听完你自己就知道什么情况只是氧化，什么情况是真的不能吃。第二件，把网络上流传的5种防黑法一种一种在我家厨房重做一次，加上第6招洋葱法，看看隔天打开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哪一招最稳，我最后会直接讲明。先讲一件重要的事，标题说隔天还能上桌，我用的字是还能上桌，不是还是翠绿，这2件事差很多。后面讲到结果的时候，我会很老实的告诉你，做到最好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样子，不会让你期待过头。先把机转讲清楚，后面所有做法你才会知道为什么有用。酪梨的果肉里面，多酚氧化酶跟酚类化合物本来是分开放的，一个在细胞的这一区，一个在细胞的那一区，中间有膜隔着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刀子切下去，细胞壁被切破，这2样东西就混在一起了。这时候只要有氧气进来，多酚氧化酶就把酚类化合物氧化，先变成一种中间产物。这个中间产物很不稳定，会一个接一个连起来，越连越大，最后变成褐色到黑褐色的大分子色素。这个过程不只发生在酪梨身上，苹果切开会黄，香蕉切片会黑，马铃薯削了皮不泡水就会变红褐，茄子切开放着会变色，通通是同一套机制。你会发现一件事，这些东西你从来不会因为它变色就丢掉，苹果变黄你照样吃。轮到酪梨，很多人反而不敢吃，说穿了只是因为酪梨颜色本来太绿，一喝就特别明显。知道这套机制以后，3个常见的疑问就都有答案了。第一个，为什么刀切过的地方变得最快？因为那一整面全部都是被切破的细胞，酵素跟酚类化合物全部露出来，而且直接对着空气，破坏面积最大，接触氧气最直接，反应当然最快。同一颗酪梨，切面已经褐了，皮底下没被切到的地方还是绿的，就是这个原因。第二个，为什么靠近籽的地方变得比较慢？因为籽把那块果肉整个盖住了，贴得很密，氧气钻不进去。所以老一辈说留着籽比较不会黑，这句话有道理，但道理不是籽有什么神奇成分，是籽刚好当了一个盖子，把它压住的那一块面积挡住，籽盖不到的地方照样会褐。你把籽拿起来看，籽底下那圈绿的特别明显，旁边一圈就开始泛褐了。第3个，为什么放冰箱只是变慢，不是不变？因为酵素的活性跟温度有关，温度越低，酵素动得越慢，反应速度就降下来。但低温只是让它慢下来，没有把它关掉，只要氧气还在，时间够久，它照样会褐。冷藏是拖时间，不是按暂停键。还有一件事很多人没想到，就是切法。同样是半颗酪梨，你把它整块留着，跟你先切成一片一片再放，隔天的结果差很多。原因就是表面积，切成片，切面的总面积一下子放大好几倍，等于给氧气好几倍的入口。所以吃不完的那一部分，不要先切片，不要先切丁，整块留着，明天要吃的时候再切。同样的道理，皮也不要先剥掉，皮就是天然的保护层，留皮那一面根本不用你操心。刀子利不利也有差，用很利的刀一刀切下去，细胞被切开的断面干净，破坏的范围小。用钝刀在那边锯来锯去，甚至用汤匙硬挖，果肉被挤压，被撕裂，破掉的细胞比你想象中多，酵素跟酚类化合物跑出来的量也多，褐变自然快。这一点小地方日积月累，其实看得出来，成熟度也是一个变因。越熟的酪梨，果肉细胞本来就越软越脆弱，刀一碰破坏就大，褐变会比刚好熟得快。过熟到快要烂的那种，切开没几个小时就整片暗掉，那不是你保存方法不好，
是果实本身已经到那个阶段了。所以你如果知道隔天还要用一半，挑果的时候就不要挑那种按下去已经很软的。顺着这个逻辑，防黑其实只有2条路，一条是把氧气挡掉，让酵素没有对象可以反应，包紧、涂油、密封都属于这一条。另一条是直接对付酵素本身，让它动不了。酸就是走这一条，因为多酚氧化酶怕酸，环境的酸碱值一往酸的方向走，它的活性就掉下来。柠檬里的维他命丙还多一个功能，它会抢着被氧化，等于自己先挡在前面，把已经生成的中间产物又还原回去。所以柠檬汁是2招一起打，记住这2条路，等一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最后最稳的做法是2条路一起走。接下来要进入实测，但我要先做一个诚实的声明，这一段请你一定要听。网络上流传的那组5种防黑法比较，我去追了来源，国内几家网络媒体都有转述，往上追，原始出处是一位国外网络创作者的个人测试，不是学术机构做的研究，也不是农业单位的正式试验，他就是在自己家的厨房切了酪梨，用不同方法保存，隔天拍照对照，没有仪器，没有色差剂，没有重复很多次，取平均。我把话讲白，这种等级的资料可以当参考，不能当定论，所以我自己重做了一次。做法是同一颗酪梨切成几块，同一把刀，同一天，全部放同一台冰箱的同一层，拍3个时间点，切开的当下放4小时，然后隔天，条件尽量一样。但我也要老实说，我这一次同样是厨房等级的对照，不是实验室数据，你就当作是一个比较认真的自己动手看看。另外我多留了一块什么都不做，直接放在室温的桌上当对照，这一块很有参考价值。放到4小时的时候，它的切面已经整片转成明显的黄褐色，边缘更深。同一个时间点，放冰箱的那几块切面都还看得出绿，变化很轻微。光是这一组对照就说明一件事，先进冰箱这个动作本身就已经帮你赢了一大半。好，5种方法一个一个上桌。第一种，柠檬汁。做法是把柠檬挤出来，用汤匙或手指抹在整个切面，重点是整个，包括边边角角。很多人只抹中间，结果隔天中间好好的，边缘一圈黑掉。原始报道的说法是，抹柠檬汁的那块隔日只有轻微变色。我自己做出来的结果差不多，隔天切面偏黄绿，不是翠绿，但也绝对不是黑褐色。削掉最外面薄薄一层，底下都是好的。缺点很明显，会有酸味。你要拿来打酪梨牛奶、拌沙拉、做酪梨酱，这个酸味不但不碍事，还加分。你要拿来包寿司、配生鱼，就要斟酌一下。没有柠檬，用莱姆也可以，用白醋也有效，但醋的味道更强，我个人不太推。第二种，橄榄油涂切面。做法是倒一点点在切面上，用刷子或干净的手指抹开，薄薄一层就好。油多了只是浪费，防护力不会等比例增加。原理是油在切面上形成一层隔绝层，氧气要穿过油层才碰得到果肉，速度慢很多。原始报道的说法是，涂油的那块翠绿维持的时间明显拉长。我做出来确实是这一组里面看起来最漂亮的其中一个。缺点是抹过油的表面比较滑腻，直接切片吃口感会有点怪，而且酪梨本身油脂就不低，再加油，热量往上跑。第三种，保鲜膜完全贴合。这个做法很多人做错，错在只把保鲜膜盖在碗口上，那样碗里面还是关了一整碗空气，等于白做。正确做法是保鲜膜直接压在果肉上，从中间往外推，把空气全部赶出去，连边缘也要压贴，让保鲜膜跟果肉之间看不到气泡。做对了，效果是有的。我这块4小时打开看还是绿的，隔天中间那一片也还算绿，只有2个没压贴到的角先褐了。缺点是隔天湿的时候会粘走一层果肉，还有边角，很难压到完全没有空隙，往往就是那几个没贴到的小地方先褐掉。第4种，铝箔纸紧包。做法跟保鲜膜一样，重点在贴合，用手把铝箔纸沿着果肉的形状压下去。铝箔纸的好处是不透光，而且它有延展性，压过去会定型，不像保鲜膜会弹回来。缺点是包起来以后你完全看不到里面，冰箱里一堆银色小包，
过2天自己都忘了哪包是什么。另外，铝箔纸皱褶多，皱起来的地方就是空隙。我这块4小时看起来跟刚切差不多，隔天皱褶压到的那几条先出现褐痕，其他地方还好。第5种，密封盒，做法最省事，切面朝上放进去，盖子压紧。好处是不会被冰箱里其他东西压烂，可以堆叠，拿出来也不用拆半天。缺点是你想一想就知道，盒子盖起来的那一刻，里面本来就关了一整盒的空气，这些氧气就在里面陪着切面过夜。我这块4小时就看得出淡淡的黄，隔天整片均匀偏黄，比室温那块好很多，但不如涂油那块漂亮，所以密封盒单独用，效果算不错，但不会是最强的那一个。把这5种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保鲜膜、铝箔纸、密封盒这3招走的都是同一条路，就是减少氧气，它们没有动到酵素本身。柠檬汁跟橄榄油不一样，柠檬汁压制酵素活性，橄榄油在表面做物理隔绝，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处理。这就是为什么光靠包得紧不是最稳的。还有2个很常听到的做法，我一起讲掉。一个是泡水，把切开的酪梨整块泡在水里，靠水把空气隔开。这一招理论上有效，水确实挡得住氧气，可是果肉会吸水，泡1个晚上以后，质地变得软烂水水的，那个绵密的口感也跟着跑掉，风味被水稀释掉一部分，我自己不推荐。另一个是泡盐水，原理一样，加上盐多少会抑制酵素，但果肉会变咸，会出水，隔天拿出来那个味道很尴尬。这2招我会归类成不得已才用。再来讲第6招，这一招比较少人知道，就是洋葱法。做法是把酪梨切面朝上，放进密封盒，旁边摆几片切好的洋葱，注意是摆旁边，不是压在果肉上，然后把盖子盖紧，放冷藏。原理是洋葱被切开以后会释出含硫化合物，这些成分会挥发到密闭的盒子里，接触到酪梨切面，延缓褐变。有人一定会问，那酪梨不会整个变成洋葱味吗？实际上味道没有想象中重，原因有几个。洋葱是摆在旁边，不是直接压着果肉，接触面积很有限，冷藏温度低，挥发本来就慢，加上酪梨切面是油脂含量高的质地，不像海绵那样把味道整个吸进去。不过我要老实讲，多多少少还是会沾到一点淡淡的味道。你如果很敏感，吃之前把最外面薄薄一层刮掉就好。这一招的缺点也要讲。第一，你家要刚好有洋葱，而且切开的洋葱自己也要处理掉。第二，盒子会留味道，洗过还是会残留一阵子，建议固定一个盒子，专门干这件事。第三，如果这半颗酪梨是要拿去做甜点，或是要配味道很细致的东西，那就不要用这一招。还有一点必须说清楚，洋葱法属于部分查证的内容，机制讲得通，实务上也有人用得顺手，但我没有看到严谨的对照试验数据，所以我把它放在加码的位置，不放在主力。现在来讲结论，也就是标题跟封面藏起来的那一样东西。我直接讲明，真正最稳定的做法，不是把它包得多紧，是密封盒再多加一层防护，也就是切面先涂一层橄榄油，或是先挤上柠檬汁，然后才放进密封盒冷藏。原始那组比较的结论也是这样写的，密封盒再加橄榄油或柠檬汁的双重防护最稳定。为什么是这一组赢？回到前面那2条路你就懂了。密封盒负责把外界的氧气挡在外面，橄榄油或柠檬汁负责处理切面本身，一个做物理隔绝，一个压制酵素活性。2条路一起走，效果自然比只走一条好。单靠保鲜膜或铝箔纸包再紧，你只是把氧气减少，酵素还在那里等，只要有一丝空气钻进来，它就开始工作。同样的方法，有人做出来很成功，有人做出来还是黑掉，差别多半在几个小地方。第一，抹得不均匀，中间抹得很认真，靠近皮的那一圈跟子窝那个凹陷处都漏掉，隔天就是那几个地方先黑。第二，盒子没有真的盖紧，卡扣只扣了2边，另外2边翘着，等于白盖。第三，切面朝下贴着盒底，果肉被压扁出水，那一面反而烂得快，正确是切面朝上。第四，放在冰箱门边，
门一开一关，温度就跳，温度不稳，酵素就有机会活动。冷藏的东西尽量往里面放。第五，前一天就先切片切丁，这个前面讲过，表面积放大好几倍，怎么包都难救。那如果只能选一个呢？我的建议是先做切面的处理，再谈容器。涂油或挤柠檬汁只花你5秒钟，却是效果最直接的一步。有密封盒最好，没有的话，保鲜膜压紧贴合也可以接受。同时，我要把话讲在前面，避免你期待过头，做到双重防护。隔天打开的样子是几乎没变色，不是翠绿如新。实际看起来，果肉会比刚切开的时候稍微暗一点点，靠边缘可能有一圈很浅很浅的褐，用刀削掉最外面薄薄一片，底下就是漂亮的果肉。要削的时候，用一把利刀，像刮胡子那样平平的刮过去就好。褐色那一层通常薄到不到1公厘，你不需要削掉厚厚一片，削太多是浪费。刮完看一下，底下的颜色跟质地正常，就直接用。这个结果已经很好用了，端上桌没有问题。但你如果期待隔天打开跟刚切一模一样鲜绿，那不管用哪一招都会失望。还有一个最实在的做法，其实是切之前先想清楚用途。你今天只需要半颗，就先想好剩下那半颗明天要干嘛。当餐吃完，永远是最省事的防黑法。用途不一样，讲究的程度也可以不一样。隔天如果是要打成果汁、打牛奶、压成酱拌着吃，老实说变一点色根本没差，搅拌均匀以后你完全看不出来，味道也一样。真正需要讲究的是隔天要切片摆盘，要夹吐司，要放在沙拉上面那种见客的用法，那才需要把双重防护做确实。分清楚这一点，你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功夫。如果是真的一时吃不完，量又比较大，还有一条路是冷冻。做法是把果肉挖出来压成泥，拌进一点柠檬汁，装进袋子或盒子压平，把空气挤掉再冰。冷冻过的酪梨解冻以后，质地会变得比较水，比较松。切片摆盘是不可能了，但拿来做酱、打饮料、抹面包都还可以。这是个取舍，你自己看要不要用。接下来这一段很重要，怎么分辨只是氧化还是真的坏掉？3个动作：看、闻、触。先看单纯的氧化，褐色是均匀的，而且是从切面往里面浅浅一层。你用刀削掉那一层，底下的果肉还是原本的颜色，质地也正常，这种就是氧化。反过来，如果整块果肉从里到外都是深黑色，或是黑的不均匀，东一块西一块，或是果肉整个糊烂、出水，按下去像泥巴，甚至看到白色、绿色的绒毛，蒂头那一圈长霉，那就不是氧化的问题了。这里教你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法，刮掉表面那一层以后，看底下，如果底下马上就是正常的颜色，那就是单纯氧化，放心用。如果你刮了一层又一层，褐色一直往里面延伸，刮到剩下一半还是褐的，那代表它已经放太久，整块的品质都下去了，这种就不要再救，口感跟味道也不会好。果肉里出现黑点、黑丝，这个要特别分开讲。有健康媒体提过，看到黑点黑丝要先判断是纤维老化还是变质，这2件事外观不一样。纤维老化的丝是顺着果肉的走向长的，通常是白色偏褐的细丝，摸起来像筋，吃起来卡卡的，常见于比较老、比较大颗或是采收的比较晚的果实。这是品质问题，不是安全问题。变质的黑通常是块状的、糊的，边界模糊，周围的果肉质地也跟着松掉，两者放在一起看很容易分。还有一种情况要分开讲，就是刚买回来，刀子还没切下去，一剖开，里面就有一块一块的褐点或褐斑。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切面氧化是2回事。这种通常是果实在采收、包装、运送的过程中被撞到、被压到，内部的组织受伤，后来就在里面自己褐化了。你从外面看不出来，因为皮还是好的。遇到这种把受伤那一块挖掉，旁边质地正常的果肉，一般还是可以用。但如果那一块已经软烂出水，范围又大，就不要勉强。再来闻，正常的酪梨味道其实非常淡，凑近闻是一点淡淡的奶香或坚果香，甚至几乎没味道。如果你闻到明显的酸味、酒精发酵的味道，
或是那种放很久的油耗味，那就不要吃了。鼻子在这件事上比眼睛可靠，很多时候颜色看起来还好，一闻就知道不对。最后是醋，整颗还没切的，用手掌轻轻握着，感觉均匀的，软是熟了，某一块特别凹陷，按下去不回弹，那一块里面通常已经烂掉，皮轻轻一压就破，流水，那就是过头了。切开的那半颗，果肉粘手，出水一挖就散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这3个动作我只讲怎么看，不去讲吃了会怎么样。原则很简单，只要你有一点点怀疑，就不要吃。一颗酪梨的钱跟身体比起来不值得赌，真的吃了以后身体不舒服，直接去看医师，不要在家里自己猜。最后留一个诚实的问号，这一题我查不到定论，我就照实说。未熟的酪梨到底能不能放冰箱？网络上有2种完全相反的说法，一种说未熟果放冰箱可以延长1到2周，等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室温催熟。另一种是流传很久的民间说法，说未熟的酪梨进冰箱会变成哑巴果，意思是低温把后熟的过程中断掉，拿出来以后它不会再软，切开又硬又苦涩，等于整颗报废。这2种说法互相打架，我去找可以定论的资料，想找的是官方做的低温伤害试验，也就是不同成熟度的果实放在不同温度下，后熟状况跟风味怎么变化的正式数据。我没有找到能一口咬定的公开资料，所以我不敢说哪一边对，这一条就是需要再查证。真的想要确定答案的人，可以直接去问农业改良场或农业试验所的相关单位，他们手上的资料比网络文章可靠太多。我自己采保守做法，讲给你参考。没熟的酪梨放室温，找家里温暖一点的角落，自然后熟，通常几天到1个星期。想要快一点，可以装进纸袋，纸袋能把果实自己释放的乙烯留住，加速后熟。跟香蕉放在一起也可以，香蕉的乙烯多，不过至少要等2天才看得出差别。跟生米放在一起也是老方法，大概2到3天。放室温催熟还有一个细节，不要放在太阳直接晒得到的窗边，也不要放在瓦斯炉旁边。温暖跟高温是2回事，你要的是一个稳定的温暖，不是忽冷忽热，也不是被晒到烫。晒到的那一面容易先软，先出现斑点，整颗的熟度会很不平均，切开就会一半硬一半烂。有一件事要提醒，2024年9月15日，有新闻报道，明确不建议用烤箱或微波去催熟酪梨。用高温逼出来的软，是把果肉加热弄软，不是真的后熟，油脂香气不会出来，口感也会变得很奇怪，白白糟蹋一颗果实。怎么判断它熟了？这里给你2个不用切开就能做的动作。第一个是用整个手掌托着，轻轻往内收，感觉整颗是不是均匀地带一点弹性，像按自己手掌虎口那种软度就差不多了。千万不要用1根手指去戳，戳出来的凹痕会变成伤口，那一块很快就褐掉。第二个是看蒂头，果实顶端那个小小的蒂，轻轻抠看看，如果一抠就掉，底下露出来的颜色是黄绿色的，代表熟度刚刚好。如果底下是深褐色的，那通常已经过熟，抠不下来，还很紧，就是还没熟，放回去继续等。至于外皮的颜色要看品种，有些品种熟了会从绿转成深褐近黑，有些品种熟透了外皮还是绿的。台湾本地的品种很多都属于后面这一种，所以不要只凭颜色判断，还是要以手感跟蒂头为主。熟了以后才放冰箱，这是我的原则。熟果冷藏大约可以放5天上下，这一条也是部分查证，你就当做一个大概的抓法，还是要看当下果实的状态。最后给你今天晚上就能做的一件事，切开酪梨，吃不完的那一半籽先不要挖掉，籽留着等于帮你盖住一块面积。切面用手指抹一层薄薄的橄榄油，或是挤几滴柠檬汁抹匀，记得连边角都要抹到。然后切面朝上放进密封盒，盖子压紧，放进冰箱。明天拿出来，用刀把最外面薄薄一层削掉，剩下的果肉就能直接上桌。这一套动作不到1分钟，省下来的是半颗好好的酪梨。